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汪文斌的出场到王毅的站台。那么先讲新闻啊，新闻是汪文斌就是新的外交部发言人，那么叫汪文斌第一次主持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他的出场其实是受到关注的啊，受到关注。为什么？因为耿爽他的前任耿爽去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啊，出任副代表。那么汪文斌是接耿爽的位置啊，那么还是外交部还会保持3个发言人的这个配置啊。那么大家在汪文斌的出场之前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要换汪文斌啊？汪文斌看过去比较文雅啊，那么态度也比较温和啊，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外交策略上的一些调整啊？那我们就特别关注他的第一次出场啊。那我们第一次出场完了以后啊，今天已经开完了，记者会开完了。我们大概的就讲一下，我就选其中一个问答来反映这个汪文斌的特点啊，然后我们再来分析这背后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是有个叫总台央视记者的问题啊，什么叫总台？总台呢，就是叫这个叫什么？现在呢，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合并啊，叫广播电视总台啊。广播电视总台有个新的帽子，然后底下呢再分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就等于是什么？多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有意义吗？其实领导没太大意义啊，估计是得安排个人啊，当这个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领导，大概是一个，所以现在就叫总台，然后再来一个央视记者。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国防部网站刊登文章，援引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有关表态及国防战略称，美国正处于大国竞争时代，这意味着美国首要战略竞争者是中国，然后是俄罗斯，但中国的麻烦更大，对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啊？然后汪文斌就做了一番回答啊，那么回答他这么说，他说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鼓吹围堵打压中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啊。然后他辩护啊，说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那么与美方在国际上屡屡退群毁约，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形成鲜明对比，谁是麻烦制造者，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那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然后他第二段后面还有一点我就不念了，我就挑着念啊，挑着念。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啊！你见过有谁哪个执政党这么厚颜无耻的自己夸自己的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振兴的根本保证，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美方应尊重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受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而不是肆意诋毁、污蔑中国共产党，百般挑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在国际上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拉帮结派啊。然后最后就说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一贯的，巴拉巴拉，后面是一样，就跟之前的王毅说的差不多啊。那么从这个汪文斌第一天的出场啊，我大概有三个评价啊，第一啊，最重要的啊，他等于是换了一个面孔来说同样的话啊。
那么华春莹、赵立坚、汪文斌新三人组，还是其实他们只是换了一个面孔，换了一个耿爽换成了汪文斌啊，相对温和一点的态度，但是这三人组仍然是怼天怼地，中间怼空气啊。从目前来看，汪文斌的出现只是耿爽离开的一个职务性的安排，不涉及外交策略的调整，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从汪文斌的讲话来看，制裁中共的这个就是纽约时报啊报道说，这个白宫现在正在准备一个制裁措施，就是针对中共党员进行这个制裁啊，就是限制他入境美国，然后对他们的家属，包括他们的家属限制入境美国，而且取消他们原有的签证和对他们的财产进行调查。这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汪文斌的讲话来看，其实这个央视的记者没有问这个问题，那么汪文斌自己来讲，自己跳的这个话题上来讲，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非常有针对性，就是打到了7寸啊，真的很痛啊！这件事情对中共党内的这个士气的打击啊，非常的大，而且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啊！这个说明是这个问题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汪文斌也眨眼睛啊！我以前讲华春莹眨眼，那眼睛眨得地老天荒啊！眨眼，你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赵立坚也眨眼，不过呢，赵立坚眨眼眨的没有这个华春莹那么，华春莹眨眼睛那是不加掩饰，他使劲眨，一说到重要的话的时候，他就咔咔眼睛就开始眨啊，开始眨。汪文斌也眨，只不过呢，他照着稿子念的时候不眨，他一路顺下去，但是他脱稿子讲话的时候，他也眨眼啊，眨眼。有的网友跟我提啊，之前有的网友跟我提说，这个眨眼是干眼症，干眼症的眨眼跟这3位这个发言人的眨眼那有本质的不同。干眼症的眨眼，只要时间一长，睁眼睛的时间一长，他就会眨，就会这么眨啊。他因为是眼睛干，但是这3位的眨眼和那个不同。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华春莹，特别是华春莹啊，华春莹他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眨眼睛是什么？就是掩饰内心的焦虑啊，内心焦虑，说明他在说谎啊，说明他就是说谎会产生焦虑的啊。那么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刚才正在说出来的话，他才会眨眼，因为他不相信他说出来的话，他就会产生焦虑啊，产生焦虑呢就会眨眼啊，眨眼就是这种焦虑的反应啊，那么你看过其他国家眨眼吗？你看其他国家，你看美国白宫发言人，你没看他眨眼，那眼睛瞪得大大的啊，然后你看我见过那个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是个女性啊，那么也不眨眼，都不眨眼。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那眼睛眨得地老天荒。最突出的就是华春莹啊，华春莹。所以第三个，汪文斌也眨眼，他们很难跨越这个眨眼的这个毛病，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撒谎。中国的洗脑其实核心的就是撒谎啊，大量的撒谎，洗脑工程。外交部的发言人是什么？对着外面，其实他话是讲给国内听的，就是撒谎啊，撒谎造成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眨眼的毛病啊。那么这是一个汪文斌的出场啊，汪文斌的出场，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王毅的站台啊，王毅站什么台呢？王毅站什么台？这个台叫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20号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是外交部下面有一个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的。那么推动这件事情的是谁呢？就是外交部长王毅啊。王毅在为这个研究中心揭牌，并且在这个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那就是站台啊，站台，这是王毅的站台。王毅的讲话分3点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3点，我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这是第二个，我都讲提要啊。第三啊，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啊，就是第三。第三就是表态，第一就是定性，第二就是定位，第三就是表态。这基本上中国的这个党八股的经典模式格式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第一个，王毅在拍马屁啊，拍习近平的马屁，但是这不仅仅是拍马屁啊。为什么？这是一套系统工程，就是习近平造神运动的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交啊，外交这个领域，你可以看很多领域正在做这个动作啊，外交这个做的比较早，所以我们拿出来讲。王沪宁啊，就是政局常委，他是负责意识形态的。王沪宁现在是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管，那么他帮习近平做了一个定位，做了个什么定位呢？他提出来的说法，这是王沪宁提出来的说法，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位很重要啊，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是归稿啊，就是最顶级的这种地位啊。毛泽东思想，老毛虽然倒了，毛泽东思想还在，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中共的一杆旗。老毛虽然就是说有这个问题，46开也好，55开也好，在中共党内虽然去否定他的个人崇拜，但是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共的一杆旗。好，现在有了另外一杆旗，这个旗是什么？就习近平思想。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定位，现在习近平的思想的定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定位是一样高的了。这就是王沪宁帮习近平做的搭的一个台子啊，这个台子啊，搭的这个台子的目的是什么？2个目的。第一个，建立习近平具有凌驾性的历史地位，当然我讲的是中共啊，就为习近平建立一个具有凌驾性的历史地位，这跟毛泽东思想是一样的，定位是一样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用习近平的思想来统领党内的各个领导、各个领域的思想工作、思想指导思想，他作为中共党内的指导思想，这是什么？这就是造神运动。造神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个人崇拜。这就是王沪宁在帮。为什么？你看哈，去年整个的去年，海外的大外宣狂怼王沪宁，疯狂在怼王沪宁去年整个的一年各种怼王沪宁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没有人怼王沪宁了？为什么？很奇怪吧？你看之前有人狂怼王岐山啊，在海外媒体狂怼王岐山，现在有没有人怼王岐山？没有了，只有一个人在怼他，那是有私仇。但是你看海外这些中文 YouTube 是没人在怼王岐山了。其实呢，这都是有安排的。当初在怼王沪宁的时候，和现在就算是当初在怼的时候，习近平都带着王沪宁到处走。这是什么？这就是权谋啊！就要用他，要给他压力，但是又要让他听话，怎么办？用你又不能翘尾巴，那就找人怼你呗，怼到你自己知道哦，其实你是被捏在我手里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当中文的 YouTube 上面或者是推特上面突然一窝蜂无由来的有人在怼某一个人，比如说金正恩啊，金正恩突然一窝蜂的没有根据的传各种传言，那个传言很多传言根本没有来源的传言，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他们其实是什么？他们反映的是有一个意图。他们在反映背后的同一个意图。当不同的 YouTuber 或者是推特在说从不同的角度在反映一个意图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中宣部的想法，中宣部在干一件事情。王沪宁身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特别就当时我就不会讲。但是我们事后来讲，大家就会反过头来看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清楚啊，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啊，从邓以后啊，邓自己是幕后啊，邓其实不完全坐在一个椅子上，跟邓其实一起坐在那个背后的垂帘听政啊，邓是垂帘听政，他没有正式出面来做这个事情。坐在前台的是谁？在前台是胡耀邦跟赵紫阳。在之前就是毛泽东啊，毛泽东那个我们不说，我们就说改革开放往后走。胡耀邦跟赵紫阳有没有历史地位？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有个太上皇，太上皇是邓小平，但是其实不完全是邓小平，跟邓小平坐在一起的是陈云。所以其实呢，所以在中国的中共党史里面，赵紫阳跟这个胡耀邦是没有什么历史地位的，因为后面有2个太上皇，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格局。6·4之后上来的是谁？江泽民啊，江泽民有没有政治野心？江泽民是有政治野心的啊，江泽民也有政治野心。那么他但是呢，江泽民的政治野心呢，他只仅仅局限于他当时的地位，他并没有往前走的想法啊，没有往前走的想法，就是说我真的我要称帝啊，没有这个想法。江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啊，比较务实的人，所以江提出一个什么呢？他要建立他的历史地位，他就提出个什么呢？提出3个代表啊，3个代表，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当然这个是吹牛啊，但是吹牛呢，他得有个故事，他其实讲了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这是江泽民啊。到了胡锦涛，胡锦涛呢，他其实是半个屁股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因为他另外半个屁股他不敢坐，为什么呢？后面站着江泽民啊，他实际上胡锦涛一直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所以呢，他只能提出一个什么呢？提个非常不靠谱的口号，叫科学发展观啊。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他只能提出一个这个，他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胡锦涛是非常典型的过渡性的人物，他没有什么野心，他也不可能有野心，因为他根本自己没有全面的掌握中共的整个的权力。
他的权力就千疮百孔，他的权力布局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啊。那么到了习近平呢，习近平很快的掌握了所有的权力，他跟胡锦涛不同，胡锦涛本身他的这个权力地位不稳固，所以他对习近平的影响就非常的小。同时呢，江泽民也对习近平有影响，但是他毕竟隔着一代，他中间还有很多人，他已经慢慢的，习近平非常雷厉风行的把江的势力干掉，他跟王岐山合流啊，王岐山帮着他杀啊抓，所以王岐山在这个方面是很厉害的，王岐山这个铁腕是很厉害。你从当年这个 SARS 就是非典在北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王岐山在广东啊，广东整顿这个金融市场，一口气关掉了，我印象中是20万家，就是各种金融机构20万家，当时就杀的广东的这个金融市场，那简直是就当时是一塌糊涂，就直接就搞定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直接关掉。然后他回到北京处理这个 SARS， 他的策略是什么？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疫情防控措施，其实就是王岐山在北京定下来的方案，就是整个的封堵，现在只是多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把楼下的那个铁闸给焊上，这个就往前再走了一步。但是整个的策略是当年王岐山，所以手腕非常铁腕，心狠手辣。习近平跟他一拍搭档，就把权力给抓回来。抓回来之后，他的政治野心就和江湖那就完全不一样。他想干嘛？他想称帝啊，他有称帝之念啊，但是我们有2个问题啊，德不备位，才不服众，所以呢，它是一场灾难，对中国人是场灾难，对世界也是场灾难啊。那么现在的局面是什么？现在局面是水灾啊，水灾后果，我觉得比今年以来的疫情的影响还要大。为什么？水灾发生的整个水其实在江淮流域啊，长江淮河流域，江淮流域是中国经济的腹地重镇，基本上从重庆开始一直下来都影响很大，而且是中国的粮仓啊。中国说今年夏粮丰收，我不知道他怎么丰收的啊，6月份就开始有水灾，他怎么丰收夏粮丰收的，我没有搞清楚，但是我怀疑所谓的夏粮丰收，就算夏粮丰收，你秋收就是问题啊，秋粮就有问题啊，你现在怎么种？你说说看，这是中国的主要的产粮区都在水灾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水灾，然后全部闹翻了。都在闹翻，而且中国的对外，我为什么讲外交部？外交部现在你可以看，怼天怼地怼空气啊，在香港议题上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英国，得罪了整个西方国家，然后在日本那边也没消停啊。我们前面的主题讲过，中国对日本那边是没有停过的啊。然后在中印边界，中国跟印度之间仍然很紧张。态势很紧张，然后呢，就是跟台湾这边啊也是没有停，也没有消停，所以呢，回应是什么？我讲讲，今天有3个回应啊。第一个回应，英国政府7月20号宣布终止与香港的引渡条例，然后呢，准备就这个新疆维吾尔这个的人道灾难，对于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啊，准备做这件事情了。这是英国啊。英国，你看，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之前是什么？之前是给香港人300万香港人 BNO 居英权，然后给他们
公民的这个渠道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狠，这是在掏空香港。你想一下，能够跑到英国去生活的人，在香港肯定都是中产啊。如果中产都跑到英国去了，那香港就塌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狠的措施啊。然后后面紧接的是什么？紧接着就是华为啊，华为 5G 啊，先把它排除，然后是说2027年，说7年之内要把华为的设备清掉，然后现在又有新的说法，说7年时间太久，2年之内把华为设备清掉，整个的这个英国的通讯市场不能有华为啊，现在是新的说法。现在再开始干嘛？终止香港的引渡条例，开始也要制裁。英国要制裁这个，如果要制裁就是特区政府官员跟中国官员，那比美国制裁更痛。为什么？英国的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有英国的身份证啊，英国的身份，而且都在英国有置业。如果英国真要制裁特区政府的话，那就很痛的了啊，这就非常痛的了。然后这个星期，蓬佩奥会去访问英国，那么英美之间在香港议题上的这个协调配合，在对中国的这个策略上的协调配合，肯定是会发生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英国这边啊，台湾这边，台湾又搞事啊，搞什么事呢？这个特区政府呢，要求这个台湾派驻香港的官员要签署一个中国的承诺书啊，一个中国的承诺书才给他们签证。那么然后这个在以往呢，就是台湾的官员跑到香港去，他说你要签这个，我才会给你签证。台湾的官员不能签这个字，一签这个字还得了？这个东西要是在他岛内一发现，那翻了天了。所以台湾的官员不签。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跑到中间来居中斡旋。哎呀，就不要签了，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我口头上表达一下就行了，大概就是这样。哎，就过了，就过去了。那么今年特区政府不一样了，非要台湾的这个官员签，不签不行，不签不给签证。那么然后呢，就完了呢，就是台湾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高明春上个星期五不签就不给怎么办？不给到期就回来了啊，所以这是搞事吧？这就是搞事啊，搞事。然后搞事呢，台湾这边呢，好，你不给是吧？不给我也反制你，就什么采取反制措施，再也不给香港的这个官员驻台湾办事处的官员签证，然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台港关系就开始发生摩擦了吧？就搞事啊！你可以看中国的对外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搞事，一直在搞事啊，搞事。我们讲对外扩张态势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机构叫这个国际评级机构啊，这个评级机构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啊，一个叫标准普尔，一个叫惠誉啊。那么标准普尔发表了一个报告，讲未来10年香港增长趋势减半的报告。这个报告当然就是针对香港的现在的这个不确定性啊，就讲预计2030年香港增长趋势将减半至 1.1 啊，这是一个负面的报告啊，负面报告。我们讲在金融领域啊，美国的霸主地位无人能够挑战，原因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有个美元，它有很多的体系，它的整个的金融运作的体系都是在美国手里。其中有一个什么，就是评级机构。评级机构这种东西呢就很厉害，非常厉害。为什么？
因为它会影响什么？金融市场的价格。因为比如说债券评级靠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评级？债券是用评级来衡量它的利率的。你评级越高，你的利率越低，因为风险成本越小。评级越低，那么利率就越高，它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前这个欧元刚出来的时候，美国在收拾欧盟，用什么？评级机构，评级机构降低它的评级，那它影响就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标准普尔发表一个这样的报告啊，其实是告诉大家，所以这个报告很温和，根本没有讲太多的内容啊。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一发表出来，大家知道哦，还有个这个东西在这里，这是个也是个杀器啊，也是个杀器。然后大体上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总结一下两条。第一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尽管外焦里嫩啊，中国现在的局势是外焦里嫩，但是中国对外扩张、对外强势的这种外交态势和外交战略没有改变，1毛钱都没有改变，这是第一个总结啊。第二个，你可以看到王毅也好，包括其他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做的一些陈述也好，你可以看他有些话听得过去好像是放软，但其实他只是改变了原来那种咄咄逼人的陈述而已，立场完全没变过啊，就是这两条啊。今天我们的总结就是中国对外的战略没有改变，只是调整了一些咄咄逼人的口吻而已，口气而已啊，其他没有改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另外呢，我们就特别讲一下2点啊。第一点，我们最近呢，反正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对我们的内容啊，对我们的流量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们慢慢的也调整过来啊，慢慢调整过来。那么我们基本上在恢复当中啊。我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表现得更专业啊，能够更有参考性啊。那么所以外面不断的有各种说法啊。我这里讲2点啊。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就事论事啊，不要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别人贴标签为好啊。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啊，你有什么看法都基于一个事实来，这个很重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啊。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就美国大选啊。第二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也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会本着2个，第一个专业的精神啊，第二个就客观的态度啊，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来做这些内容，好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啊。那么有各种说法都很正常，我没办法堵住别人的嘴，但是我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好吧？那么进入互动之前啊，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啊，明谢一下啊。VA 高，谢谢。如果明天开始那3位不眨眼，那就有意思了。我不觉得，这是心理学上的，他是控制不住的啊，我不觉得他会不眨眼啊。Mia Rose， 谢谢。如果他听到我的评论，他刻意去不眨眼，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表现出来。心理学是这样的，你的焦虑啊，你内心的焦虑一定会找到一个出口的，就是你我憋着我不眨了，我估计很难做到啊。就算他不眨了，
他会有其他的方式宣泄他的，比如抖脚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啊，抖脚啊，或者其他方式来宣泄他的这种焦虑啊。Melrose Y， 谢谢打卡澳洲，希望国内和墙内的朋友能听到王舍的声音啊，谢谢喜欢黎世红，谢谢 Melrose Y， 谢谢希望大家可以随时转发王老师的节目，支持王老师做更好的节目，谢谢贝拉瑞，谢谢。好，我们现在说观点啊，观点。微表情学列出的那些说谎人的特征 ，CCP 外交官的脸上的表情都说明他在说谎。观点：王先生这一书里就能发现这些事情，这些曾经的人物多么滑稽可笑，当时发生的时候显得那么正义凛然，其实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历史的笑话。非常对啊！今天看到一个观点很值得品味。病毒在国内重点传播的路径蛮有意思，从武汉到东北，再从东北到北京，现在又是乌鲁木齐，主要是边境城市和城市中政治中心，借病毒维稳的信号特别强烈，本身就是一直在瞒报，偶尔抖出来几个就是封城，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目的？我今天看到视频，有个视频说北京出租车又倒了一个啊。这很反映疫情的特征。疫情特征就是在你没有出现疫苗之前，病毒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啊，我们啊，那它只是在某个地方躲起来啊，在一不小心的时候，它就会传播出来。所以，其实反弹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奇怪的事情，就是疫情只要你没有疫苗。随时会反弹，所谓的清零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行为，就违反流行病学的基本常识啊。提问：习近平已经消失了多少天？有公开露过面吗？是怕被斩首所以躲起来吗？斩首还不可能吧？现在没那么，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吧？这很多东西你得一步一步的升级上去啊！大家要看一下。其实你看美国的做事情其实脉络是很清楚的。他一开始要制造舆论啊，舆论来了以后就开始施加压力啊，不断的施加压力，同时舆论战开始继续进行，然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小规模的摩擦等等啊。不会一下子现在就去斩首，那是不大可能的啊。习近平已经消失了多久？18号到现在，6月18号到现在啊，大家看一下多长时间啊？情况：昨天驻英大使张晓明参加 BBC 的节目，简直车祸现场。澳洲那个中国大使自从上了 QA 被嘉宾群怼之后，再也没有上过节目。现在全世界驻外大使基本上也就驻英大使张晓明一个，还厚颜无耻的上节目，其他大使馆的大使不敢出来上节目了。还是让他们上嘛上。其实你看那个张晓明上那个节目，其实大家知道电视台的语言是什么？电视台的语言并不是说让大家看到他在被群殴的现场，其实电视台这是一种语言啊，这是一种电视语言。但是还有一种语言是什么？就是 BBC 的模式。BBC 的模式就是让张晓明表演，在镜头面前表演啊，然后通过镜头把他的表演展示给全世界看，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观众自己的结论比现场这些什么怼他人的结论要更有力量。为什么？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结论，你更相信啊，所以而且你不仅是得出了一个结论，你还会把这个结论告诉别人。所以 BBC 的这一档节目的力量更强大，更厉害。所以
他是让所有的观众一看张晓明这个中医大师，那么我满嘴跑火车，那是骗，这就是个骗子，厚颜无耻的骗子。所有人看过这个节目都会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张晓明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代表中国，大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种模式更厉害啊，更厉害。观点：耿爽孩子去美国念书，应该是配合他去联大任职的，或者也许是反过来的原因，没法和制裁相关联。耿爽的理论上来说，如果耿爽去联合国任职，那么他会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去。那么他们家的孩子在美国念书，是因为他的职务行为，这是正常的啊，这正常。那么如果翻过来说，因为他的孩子去美国念书，所以他跑到联合国去当这个副代表，那太牛了，是吧？你说呢？那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太牛了啊！这是我觉得后面的可能性比较小一点。林郑的情况，英国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例。林郑的丈夫和2个儿子都是英国籍，英国真的有能力以及有责任做更多的事情。是的，他不会一口气竹筒倒豆子把所有的政策全倒出来，那也不可能，慢慢来吧。英国如果要怼特区政府的这些高官，那不是太多工具了吗？是吧？观点：所有政治都逃不出基本的政治规律，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就无法无天了。现在想想江湖时代为什么能稍微有一点点市场自由和市场，并不是因为这俩孙子有多好，而是因为孙子互相打架，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这个还是有一些个人风格的差异啊。江泽民毕竟是圣约翰毕业的啊，那么他的学识、他的见识和现在的这个小学毕业的博士相比，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那么他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斤两，那么另外一个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斤两。中国就是双赢就是赢2次，你说他能把话说成这样啊？就我讲的是这个金灿荣啊，你说这个能把话说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就是完全不自量力嘛，是不是？提问王先生一个猜想：明天系是不是被习收割，当作筹码，在北戴河会议上和利益集团政治老人谈判？今年会不会有北戴河会议不好说啊？为什么？我是觉得啊，今年这个情况，习有个特点，习有个什么特点？遇到难事不开会啊！你看哈。4中全会拖到年底才开啊，拖到年底才开。那4中全会其实是他遇到了党内的挑战，那所以4中全会一直拖到年底才开。那么你看，为什么他要拖到年底才开？因为你要知道，一开会，中共还是有党内民主制度的啊，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制度的。那大家提意见总是可以的嘛。那么提意见脸上不好看，而且有些问题他答不来，问题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你开这个会不是给自己难堪吗？所以习的特点就是，当他遇到难事了，他一想，这会一开，我这问题答不了，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我开这会不给自己找麻烦吗？就这个道理。你比如说北戴河会议一开，你说大家都去了。那地方政府就诉苦啊，哎呀，我这个很困难，我这财政很困难，我这个办不了，那个办不了，没钱怎么办？中央能不能支持一点？大家都提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那中央财政还不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情况你可以看习近平的特点就是，一有麻烦解决不了，我先不开着，我先搞定的再说，再来开这会，大体上是这个思路。以现有的这个处境，
这个中外形势，你开北戴河会议，它不开批斗会一样吗？所以我不觉得北戴河会议今年可能会开，我觉得很有可能北戴河会议就不开了啊，这是，所以我是，至于明天系是不是收割，那我就不知道，没办法评估。为什么？第一，明天系本身就是一个谜，有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那么容易就被大家知道的事情，通常都不是真的啊，因为这是非常隐秘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是不是拿来做交易这个东西，那就得问他了啊，我没法猜这个。观点，王老师可以分析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状态下，美国才会下死手，全面决裂中共？得慢慢升温吧。你可以看哈，两国关系不是小孩过家家，它所有的进程都是一步一步发生的。我举个例子，你看一下，你们去查一下，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互动持续了多长时间？持续了很长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最后才引发了一场战争。而美国不断的在逼日本，美国其实是在不断的在逼迫日本。为什么？为中国，就是日本占领东三省，那么美国实际上不断的在给日本施加压力，最后日本是逼的没办法。为什么？石油一禁运，他没办法过了，日本日子过不下去，因为当时美国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一禁运，日本没有石油，他整个的现代工业如果没有石油，他什么想象？能想象？他想的，我得去印尼拿石油去，印尼是当时是第二不到第三，也是个大的石油出口国，那我就占领印尼嘛，拿到资源嘛。占领印尼得路过哪？路过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那怎么办？那就太平洋战争打一场吧，打吧。这是整个日本的思路是这样的发生。这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在逼迫日本，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我也想明白了，我们就打了，没那么决绝。两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有非常多的过程，因为什么？因为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因素。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个政治事件背后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所以没那么简单啊。我们不能用小孩过家家的方式，你要是不这个我就这个吧，没有那么简单，好吧？观点，北京有疫情，但是不必封城，而且漫不经心的防御就灭了疫情。乌鲁木齐及香港有疫情都要紧急封城，有些迹象都表示武汉病毒已经成为超限战的武器。共产党有能力发动，并且有能力防治，这是与世界为敌。我绝对不相信你说的这个鬼话。为什么？共产党有这么大的本事，他早就统治全世界了。共产党还是那句话，它的特点，干正事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干坏事滴水不漏。所以你想一下，就算你这话是真的，他想干正事，把这个疫情传播到全世界去，他仍然是千疮百孔。会有人不知道？我不相信。共产党就那水平，我知道的，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不相信这种鬼话啊！我不相信这种鬼话，你不要拿这种话来吓大家啊！共产党没那么厉害啊！观点：现在中国政治圈内的人，以后都有政治斗争的生命危险。习上台后修改了游戏规则，失败的代价就是身家性命。所以现在有脑子的都不会跟习争政权，而是会想办法转移财产到国外。所以对共产党的针对性制裁会对中共高层内部的内斗造成很有意思的影响。你搞错了，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的基因就是暴力共产党是他的基因就是暴力，他诞生的第一天这个基因就在。这种暴力的基因是什么？
这种暴力的基因就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你的政治对手。中共一直是如此啊，中共一直是如此。早年的时候，像王明啊这些呢，他们还好一点啊，因为什么？他们有地下战线啊，有2条战线啊，他们在跑，在地下战线的，有的时候他不行我就跑了呗，就逃跑，活下来。后来王明他们活下来，但是到中共建政之后，谁都没得跑，全部都在网络里面。那就是直接把政治对手肉体消灭。所以中共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肉体消灭政治对手的这种传统和习惯。所以在中共是一个不可以退出的党，说我退出中共没这回事，我开除你才叫退出，你才离开了中共，我没开除你都算。所以之前有人说我们让大家退党，我不知道退党这个从法律上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啊？那么中共的文化就是这种文化，它就像黑社会一样，你加入了以后，我让你滚，你才算滚；我没让你滚，你都算活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跑不掉。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化，它是一种中共是一种这种文化。所以呢，一开始中共的政治对手都是赌上身子，就是任何一个党内的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都是身家性命，拼的都是身家性命。所以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是什么情况？党内斗争已经发展到现在什么情况？就是派自己的卫士去暗杀对方。现在中共党内的斗争已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身边的武警保护自己的武警啊，换上自己的人，慢慢的收买，变成自己的人，然后就派自己身边的人去暗杀对方，直接肉体消灭，这是中共的文化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裁中共党员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狠的一招啊，非常狠的一招，对中共的士气打击很大。为什么？老婆孩子这种影响，这枕边风比什么风都厉害，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情况亲戚在义乌的制造企业，年产值3000万左右，这几天社区过来叫成立党支部，公司没办法，花了10几万装修弄了一个党支部，公司有500多人啊，党员只有7个人，也要成立党支部，而且每个星期要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且要记台账。厂房高高挂着200斤的照片，我亲戚恍然大悟，原来现在就是文化大革命啊。差不多，这情况是差不多啊。提问：王老师，我今天就特别想提个问题。昨天我向一个美籍华人咨询一点事儿，我用的词是国内国外，他用的词是你们中国的。我第一次感觉原来我们是不一样的，是我玻璃心了吗？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在哪儿？如果你是在国内，那他说你们中国是没有错的，完全正确，非常精准。如果你也在美国，他们你们中国，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把你当美国人，就这2个，没有别的。如果你是在国内找一个美籍华人，就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就是他已经入籍或也入不入籍都说吧，就是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那么他说你们中国，这是对的嘛？这没有错，这完全正确啊。那么如果你在美国，那么你对着另外一个华人说，他跟你讲你们中国，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把你当美国人，他只是把你当中国人，国内的。那是他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想一下，你的表现肯定让他觉得你还在国内，好不好？不，你没有玻璃心，你的判断是对的啊，你要检讨一下，好吗？情况现在 CCP 开始对地方宗教场所大力施压，要求所有宗教要中国化。去年所有基督教堂的十字架强制拆掉。今天在市区看到开始拆清真寺的
圆顶、尖塔，是不是以后连宗教信仰都不能自由了，强迫老百姓只能信习？中国什么时候有宗教自由了？中共在1949年建政到现在，中国就从来没有一天哪怕1秒钟的宗教自由。为什么？因为中共是个无神论者，他怎么会允许他治下的老百姓有宗教自由呢？一定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这我们讲的是现实。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1秒钟都没有宗教自由过。OK 啊，这是结论，毋庸置疑的结论。观点：孩提时代看过《少年毛泽东》电视剧就知道，这样出身的人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用8·1场拍的《开国大典》，孙飞虎饰演的蒋介石的那句话说的是毛泽东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你的脑子里还是国内的这些电视剧啊，你也可能要更新一下你的信息来源啊。你别忘了，虽然你刚才讲的这番话，但是你的来源全部都来自于中共洗脑工具啊，也算你不容易。但是我提醒你，更新一下你的信息来源，可能对你更大的帮助啊。观点：走资派这说法体现出的只有政治上的无知、文明上的原始和知识的匮乏。观点：国内所谓的爱国的中国人，并不是爱自己的同胞，他们恐惧权力，却又向往权力，在自以为是的处世哲学里蝇狗苟啊，对疫情洪水漠不关心，认识的大小官员、各校老师整天房价啊 OK。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态呢，其实是蛮脆弱的啊，蛮脆弱的。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讲什么呢？讲一个中产家庭和一个破产，中产和破产中间隔的一个什么？中间隔的一场病。就是你如果就算你是一个中产啊，你还有一定的资产，然后你中间隔的一场大病，那你就破产了。所以其实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就是非常脆弱，就是他现有的位置都是非常脆弱，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很焦虑，使劲的往上爬，生怕掉下去。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啊，这种心态。所以有些人用一种什么尽量的让自己表现得很优越来掩盖这种焦虑，这有点像什么华春莹的眨眼睛啊，就是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他要表现出我很优秀啊，我今天又买了一件什么很贵的东西啊，我有个什么样，通过这种来掩饰他内心的这种焦虑。因为中国各个阶层他们的生存状态都非常不稳定啊，随时可能掉下去啊。观点说直白一点，当初入党就是奔着好处去的。我用党性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贪污。据我观察，有一定职位的党员都会烧香拜佛，在心理上自己骗自己。OK， 非常直白。情况之前去 LA 参加一个本科校友会，有校友的名片上印着硅谷某科技公司海外党支部副书记、宣传委员、工程师那说明那个氛围已经形成了啊，当时的那种氛围已经形成了。那么现在不会了。观点：开除党籍是退出的唯一办法，堪称世界上政治领域内比较珍贵的活文物，非常正确。我认为从我的常识来看，就是退党，就是离开共产党，不叫退党哈。一个党员，中共党员离开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开除，除了这个应该没有别的办法。所以那天我看着有人在推特上说去个什么地方开个证书就搞定，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容易吧，不大容易吧？谁来开啊？
中共中央组织部？除了中组部以外，谁还能开出一个证明这个人已经离开中共了？你觉得呢？情况，国内西部某大省区口头通知停发公职人员绩效奖金，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1半以上。二，西部很多地方政府以国资平台的名义公开向社会融资，保证年收益普遍在 10% 以上。前几年这种融资全部都是内部人员消化，还按级别分配融资上限金额，如今无条件开放给社会融资，是不是说明地方财政已经非常紧张？这种情况对内地的楼市有什么影响吗？王老师分析一下。毫无疑问，现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应该是基本上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吧，我大概是这么分析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这种融资肯定是就是叫什么？这叫饮鸩止渴啊，说明地方财政不是紧张了，地方财政已经是无以为继了太多窟窿了，根本就填不过来。对楼市有什么影响？目前中国的楼市应该还是虚火吧。那么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两者之间关联不大，关联性不大。经济形势的它是这样的，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了财政收入的下降，财政收入的下降导致了你说的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房地产现在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房地产一下子起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央银行在放水。我们是有一期节目在讲这个节目讲这个问题。人民银行大水漫灌，水一出来，实业去不去？去，没得去。为什么？经济太差，银行的钱根本去不到实业。为什么？因为他要承担商业原则，他的对企业的放款是有商业原则的，否则他银行就破产，那怎么办？那钱砸到手里也不行，怎么办？往房地产股市跑。所以现在房地产股市起来了一阵，股市又掉下去了，原因就在这里。股市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一个赌场，所以大家要谨慎一点观点，这些大使赶上国外电视台自取其辱，充分说明了平常在中国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惯了，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全世界的身份。大家不知道一个情况大家以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战狼外交反映在外交部发言人身上，其实不是的。中国所有的对外使领馆的大使和他们的对外的工作人员都是战狼，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大使那个不得了，那个嘴脸比这个赵立坚还要凶狠。为什么？他级别高副部长都是副部长这些外交大使全是副部长，那有权有势而且怎么说呢？手上握着很多资源，所以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们看的少了，你要多看一看各国大使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什么叫战狼外交，那就是他们身上也体现战狼外交。所以上电视台，他觉得根本就平汤感觉提问：目前国际局势下，中国人还有去西方的机会吗？现在只给有录取通知的留学生、工作证明和出国看病这3种情况办护照，大多数想出去的人是不是机会渺茫了？也不是，要看你有多大的决心吧。我觉得不完全是，就是你真的下决心要走，肯定走得了，就是看你有没有下这个决心。你说我随随便便我先去试试这种情况可能就有点难那么以前经常是半个脚踩出去，半个脚在国内，我还得看着点国内有没有机会弄点钱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估计就难了，就是你说我下决心我死活都得走，那走得了吗？一定走得了
就是看你有没有下这决心啊。情况：1991年，山东冠县书记曾昭启和新县书记白志刚发起百日无孩的运动，当年是羊年，又称杀羊羔。然后，共产党的邪恶历史无出其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可是我背的小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洗脑啊，洗脑。观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后人给起名的。江泽民给自己提了个3个代表，没有带上自己的名字。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没带上自己名字，唯独现在。好，明谢老了王，美国非裔民权领袖路易斯的名言：你见到不公、不义、不对之事，你有道德义务采取行动，发声而不是保持沉默，非常正确。谢谢老了王。阮光能，谢谢 Daniel 梁，谢谢玉鑫，谢谢 Allen 陈，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